他这会儿连眼皮都懒得抬，正是好时机。我得寻个空子滑出去。郡主，属下已经叫人堵了韦府的所有出口，绝不会放走一人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如果不想让人认出你，就把衣服换了。我在车外等你，你的命眼下捏在我手里，想逃也逃不过我那只熊。识相的就别废话。撞门！一起使力，给我撞！再来！什么人竟敢擅闯韦府？脑袋不要了！吵！把你们韦府管事的叫出来！韦礼，怎么回事？何人在院中喧哗？老爷安心救民，奴才这就去查看。哼，这府里的人真是越来越没规矩。老爷，良宵苦短，不要管他们。老爷，不好了，金枝郡主到了！你说谁？镇北王府的金枝郡主。你说秦叶的那个孙女？正是。他为何擅闯我韦府？说是有贼人盗取了镇北王府的财物，追踪的时候，贼人进了韦府。什么？速速带路！卑职京都府尹韦学义参见郡主，不知郡主深夜到访，所谓何事？捉贼。郡主，这中间是否有什么误会？郡主，东院寻到赃物；郡主，西院寻到赃物；郡主，书房寻到赃物；郡主，厨房寻到赃物。什么赃物？我说这朱雀街门户这么多，这贼人就偏偏落到了韦府。韦大人，敢偷我秦金枝的东西，你胆子不小啊！栽赃，这是栽赃！珠宝是他自己的人埋进来的，好狠的局！郡主，我韦家在京中也算得上是富户，为何要偷你的东西？恕韦某说句大话，您手中的珠宝，我韦府的库房要多少有多少。这些珠宝首饰都是皇后与陛下亲赠，世间独一份。韦家库房帝后亲赠要多少有多少，这种话，韦大人还是少说为好。郡主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给韦某一点时间，韦某一定给郡主个交代。交代？铁证如山。韦大人要给我什么交代？郡主这话何意？京都府尹韦学义盗取藏于府中，暗绿金面鞭笞。你敢！黄口小儿也敢在我韦府撒野！屠游，来得匆忙，只有烙铁了，韦大人体谅一下。我家老爷是京都府尹，你敢对朝廷命官动用私刑，就算你是郡主，难道这京城之中还没有王法了不成？王法这二字你可会写？秦金枝，你无法无天，横行霸道，我韦家可不怕你。你若敢动我，我必要到陛下面前告你的御状。你吵到郡主了，秦金枝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既然你要告御状，那鞭笞就免了吧。我告诉你，秦金枝，我一定会举韦家满门之力，叫你在这京城里再也站不住脚。既然不能鞭笞，那就砍掉他的手。秦金枝，你别胡闹，
韦学义背后是京兆韦家，朝中不少官员都是韦家的门生，你若真的伤了他，肯定不好收场。崔家自称第一氏族，可是要了我的命。你这张嘴，怎么就专往人心窝子上刺？当年我爹联合百官逼宫陛下，都没让你掉一根头发，这祸你是怎么敢闯的？你若是敢动我家老爷，就算是陛下也保不住你。你说我韦府偷盗财物，你如何证明这些财物是镇北王府的？我还说是你强闯我韦府，入室逼。都说京城里的人一个个比猴还精，怎么还真有自己往钩子上撞的蠢货？我还以为今日在韦府听不到这句话了。屠呦，皇后娘娘与陛下所赠之物，皆有郡主的名字。金枝二字刻得明明白白。韦大人，这赃物是从你府库里搜出来的。有趣，太有趣了。我很开心，所以我决定亲自动手。放心，韦大人，我的手法。你敢动我一下，韦家与你不死不休。可是非常疼的。秦金枝，你这是私刑！你这是私刑！秦金枝，你不得好死！我不会放过你的！你简直就是个怪物！韦大人，这是什么表情？你不是最喜欢私刑了吗？让我想想，昨日还是大前世，你不是就用私刑将一对告状的老夫妇差点打死？那对状告无门、吊死在京都府衙门前的老夫妇，秦金枝，你这是在替他们报仇？他们是你什么人？不认识啊？你耍我，我不会放过你！就连秦叶，我也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！屠呦，把那刑杖收了，仔细收好。这位韦大人最爱私刑这一套，回头说不准还要再借来用用。这东西沾过韦大人的私刑，为咱们镇北王府的狗都嫌脏。还不去找大夫？再晚点儿，你们家老爷明日可告不了御状了。老爷，你坚持住，我这就去叫府医。若是疼的没有实在受不了，我也不介意你吊死在镇北王府门口。回府。郡主，奴婢替你擦干净，这火把熏的沾了一脸灰。送崔小姐回府。你带我来韦府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你今天都看到了什么？恶人自有恶人磨呗。那京都府尹跟沈国公府勾结，草菅人命。遇上你秦金枝，也算他罪有应得。能给我倒杯茶吗？我现在有点恶心。郡主，他看见你杀人了，怎么不说话了？郡主，他是吓傻了吧？我回去了。郡主，你就这么让他走了？不然呢？郡主大费周章，就是为了吓唬崔小姐一顿。你呀，应该去跟飞燕做姐妹，只能执行，不能动脑子想。崔小姐救出来的那位姑娘，听到伤亲离去，已经哭晕过去2回了，会不会耽误郡主明天的事？若是连双亲被害的公道都讨不了，那就再把她扔回沈国公府去。奴婢明白。我空有一身侠义，却连一个枉死的公道都讨不回。秦金石今夜带我看的这一切，到底是想让我看清什么？哟，这不是沈国公府那位小公子吗？怎么被五花大绑吊城门上了？他平日里强抢民女，横行霸道，今儿总算栽了，这叫现世报。要我说，这就是报应，活该！我这是在哪儿？谁来拉我下去？看什么看？都给本少爷我闭嘴！还不快放我下来！等本少爷下来，一定收拾了你们！
你那国公府的威风呢？这会儿不嚣张了？你们知道本少爷是谁吗？放肆！昨儿明明还在天香楼喝酒，怎么一睁眼就成了这样？怎么一睁眼就成了这样？让我查出来是谁干的，我绝不会放过他！我绝不会放过他！这酸性怎么淡了？没意思。洪公公来传陛下口谕，宣您进宫。走吧。这老东西怎么回事？还说自己不是小心眼儿？你才回家1天，他就迫不及待地宣你进宫。他没有自己的孙女吗？祖父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进宫呀？我还有好几张军报没看，你早去早回。不急，先坐会儿。民女教元儿，状告沈国公府沈嬛强抢民女，京都府尹宣布检送，害我双亲含冤丧命。沈国公府与京都府尹勾结，罪大恶极，请陛下为民女做主。为学艺动用私刑，却不肯生去，也是值得。什么人竟敢敲登文鼓，扰乱视听，给我拿下！你敲你的，不用管他们。请陛下为民女做主！什么人竟然敢在宫门前撒野？给我拿下！你竟然敢打禁军，与禁军动手，形同谋逆，还不赶紧去叫人！哟，这不是郡主吗？小的这眼神不好，老远的都没瞧见您。怎么，现在禁军只要眼神不好的？郡主又取笑我，这是怎么了？兄弟们怎么还倒下了？哟，杜甫统领您怎么躺这儿了？快起来！他是谁？你认识他？杜副统领，您刚到宫中当值，可能还没见过郡主。这位就是养在咱们陛下跟皇后娘娘膝下的金枝郡主，镇北王的亲孙女。原来你就是秦金枝，郡主又如何？他扰乱宫中秩序就要治罪，我杜冲今天就当是替天行当。来人，给我抓住他，关进天牢！杜副统领万万不可，金枝郡主身份尊贵，怎么能进天牢呢？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什么郡主不郡主？你们怕他，我可不怕。哼，陛下不过就是给他祖父面子，今天我还就非要治他的罪。云雀，你说皇祖父是不是该让御医瞧瞧耳朵了？这么久了，怎么还听不见？大胆，竟敢对陛下不敬，还不速速将他拿下！刚得的副统领，这关怕是要保不住喽。再不动手，全部按渎职问罪！李靖，你要抗命吗？那位可是连皇子都敢打的，咱们犯不上掺和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亲自拿你。皇祖父让这样的人当禁军统领，这心可真够大的。哎呀！秦金枝，你敢打我！我要告诉我叔祖祖父，告诉陛下。把剑给我。请。你要告状的话，
光是这点伤可不够惨，我帮帮你。你要干什么？你敢伤我，杜家不会放过你的！这样看起来可就惨多了。还不快去带杜统领找御医！郡主，陛下等您半天了，咱别让陛下等着了。登文谷，听到了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陛下，这不就让奴才出来将人带去太极殿？知道了，杜家不会放过我，怎么一个两个都不放过我？真是太期待了。你这剑太钝了，回头赏你一把新的。多谢郡主。走吧，郡主，步辇已经备好了。等等，赵婴儿，你可知敲着登文谷的代价？民女知道，敲响登文谷，便要受30的杀威棒。民女愿意受这杀威棒。李靖，你行刑。你若是挨不住，公道讨不了，命也保不住。民女知道。郡主，卑职开始了。洪公公，等他受完刑，我们一起进去。你若是能活下来，你的事，本郡主接着。京城太大，我太小了。哪怕他是恶鬼，我也要死死跟着他的脚步。郡主，好像没有气息了。云雀，葬了他吧。我还活着，没死就跟上。郡主，请上步辇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本郡主想要走走。我还没给爹娘讨回公道，我凭什么去死？陛下，你一定要为臣做主啊！那秦金之强闯微臣府邸，诬陷微臣盗取财物，目无王法，竟然动用私刑，在微臣脸上烙下这耻辱之字。他心狠手辣，还砍掉了微臣的手，心思歹毒，迫害朝廷命官。这小脑袋瓜里哪儿来这么多阴损招数？跟朕年轻时一模一样。谁哭得这么难听？哟，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本教主还当是哪儿来的丧门星？皇祖父，你找我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皇祖父，我的事先放到一边。登文谷，您听见了吗？洪德全，敲鼓之人可有带来？回陛下，敲鼓之人已经带来，就候在殿外。陛下，这登文谷开国至今，统共也只敲响过2回。速速将人带来，传赵渊儿。陛下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哟，韦大人告状呢，气色不错啊。后面那个告状的更急，韦大人，等一等。你这目无王法的败类，搅乱法纪，无视朝纲，迫害朝廷命官，在陛下面前还敢这般轻佻！陛下，你是要彻底寒了朝臣的心吗？人家姑娘受了整30的杀威棒，才有资格走到陛下面前。你若也肯挨这30棒，本郡主替这姑娘做主，准你插个队先告，怎么样？这是怎么了？陛下，按律敲响登文谷，要先受30杀威棒。这姑娘方才刚受了刑，是硬撑着进来的。你有何冤屈？细细讲来。
朕一定为你做主。民女赵婴儿家住永兴巷，与年迈的双亲靠卖豆腐为生。沈国公之孙沈腾几番轻佻调戏，最后不顾民女意愿，强抢民女入府。民女双亲上门讨说法，被沈府门房打出门去，没法子，只好告上京都府。谁知那京都府以伪学艺，不但不接状纸，还动了私刑，把民女的双亲打成重伤，状告无门，逼得我那年迈的爹娘吊死在了京都府门前，只为求一个公道。民女一告沈国公府，沈寒强抢民女，二告京都府以伪学艺，草菅人命，请陛下为民女死去的双亲做主，还民女一个公道。是你不是早被送进国公府了吗？怎么会爬到这儿来？伪学艺，此女说的可是真的？陛下，这是污蔑，臣冤枉啊！哪句是污蔑，哪句是冤枉？韦大人倒说出来，让陛下分辨分辨。陛下，那对老夫妇分明是一对泼条无赖，把女儿卖进沈府，又翻脸不认，敲诈不成，才吊死在京都府前讹臣，臣绝没有动用私刑，更没有草菅人命。臣是冤枉的，陛下。哦，这跟我听到的可不一样。大理寺的赵大人对这桩事也挺上心。上回赵大人帮我查清了下毒一案，我就还他个人情。那对老夫妇的尸首，我替他寻着了，亲手送了过去。尸首？乱葬岗的尸首，他怎么寻得到？来人，将韦学义暂且收押天牢，传赵无极进宫。陛下，臣是冤枉的，都是这刁民想害臣，您不能听信他一面之词啊，陛下。此事朕会查个水落石出。你若真是被污蔑的，只需等上几日，便还你清白。皇祖父找我什么事儿？你皇母后等你用膳呢。哦。哎呦喂，我的小郡主啊，您快放下，喜心累着您，奴才这就去叫人。不用了。等等，朕跟你一起去。你怎么总惹皇祖母生气？皇祖父，小时候你和皇祖母带我种的那棵树，开花了。这是怎么了？给他看看伤，后背挨了棍子。郡主放心，他没什么大碍，这棒痕看着吓人，其实没伤到李丽。敷上我这药膏，7、8日就能好全。他这一晕，一半是疼，一半是情绪大起大落憋出来的，调理一下便好。一副安神补气的药。皇祖父这回又是怎么惹了皇祖母？其实不是陛下惹了皇后娘娘，昨日太子殿下来过，跟皇后娘娘不知为着什么大吵了一架。晚上陛下来时，娘娘正在气头上，一并就把陛下也撵出了寝宫。原来是那个蠢货。知道了，这几日让他在宫里好好养伤。郡主，小花园的果树结果了，特别酸，你一定爱吃。爬那么高也不怕摔着？这树我都爬过好多回了。再说我这一身肉可不是白长的。好，好，好，本郡主一定全给你吃光。不过你现下先去把沈流英给我叫来。郡主，你怎么一进宫找他？他能给你摘果子吗？
什么醋你都吃，快去。奴婢参见郡主。前几日散播流言那件事，办得不错，能为郡主分忧，是刘盈的福分。这张小脸，当真我见犹怜。怎么，可还想着那龙床？奴婢发誓，绝没有再勾引陛下的半点心思。别紧张，我这人不记仇，从前的事儿过去就过去了。抬起头来，龙床又不是只有一张，未来天子的龙榻，你可有兴趣？我皇祖父年纪大了，等他千秋万岁那日，宫里的嫔妃可是要陪葬的。太子正当庄年，府里子嗣却不兴旺。你若能怀上龙裔，母凭子贵，将来那后宫自有你一席之地。你的家族怕是还得反过来仰仗你。郡主的意思是要我去勾引太子？郡主究竟要我做什么？你看，跟聪明说话就是省心。我要你进了东宫之后，太子妃和2位侧妃不许再有新的子嗣落地。你自己的肚子争不争气，就全凭你的本事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拒绝。不，我答应郡主。我会找机会让太子见到你。至于成不成，别让我失望。请郡主静候佳音。你这丫头真对我的胃口，识时务，有野心。我会派人把你的小娘和弟弟接来京城。亲爱的父亲，等着我，带着至高无上的荣耀回来索你的命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，连个人都看不住。要你们看顾少爷，你们就是这么看着少爷的吗？众目睽睽之下，竟被人调到城门上去，我沈家的脸面还要不要？万一少爷从城门上失了足，你们一家老小的命都不够赔。这几个贴身伺候的，统统重责发落，拖下去，叫全府的奴才都睁眼看清楚。这简直是把我沈国公的脸面按在脚底下踩！查，给我查！若是捉到那人，我定要他扒皮抽骨，叫他求生不能。少爷不好了，关在柴房的赵婴儿她不见了。全都是废物，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我去找！这个寒门出身的丫头，竟敢从我沈家逃跑！等抓回来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他！大理寺巡捕，奉旨拿人。沈恒何在？什么狗屁大理寺！敢在我国公府撒野！来人，给我打出去！少爷，这些都是官差，动手怕是不好吧？我姑姑可是沈贵妃，谁敢拿我？沈少爷，我们是奉大理寺少卿之命办哀，还请您别为难我们，也省得自己多受些皮肉之苦。就凭你们也敢动我？我若少了一根汗毛，我姑姑定要诛你们9族！本官倒是不知，贵妃竟有这么大的权感。等明日进了宫，本官正好当面问问陛下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你这个不知从哪个野乡钻出来的寒门新贵，就凭你也配见陛下？拿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疑犯，需要这么久吗？赵无极，你竟敢无视我！来人，沈府的人都躲哪儿去了？谁先打折他的手？少爷，我赏100两银子。少爷，那要是先打折了腿呢？200两。沈府众人抗旨拒捕，就地正法。大理寺巡捕是替百姓做主的先锋官，不是见了权贵就畏首畏尾的软谈。每人回去领20杖，再有下次，绝不轻饶。是大人。
把人带上，回大理寺。老爷，就是他，他要抓少爷去大理寺。你一个小小少卿，竟敢闯我国公府，速速将我孙儿放下！大理寺奉旨办案，闲杂人等阻拦，一律按抗旨论罪。沈国公，还请别给在下添麻烦。臣参见陛下。快，向宫中递份折子，我要见贵妃娘娘。我这摘的莲子准是全池塘最甜的，到时候王爷一高兴，说不定就把他书房那把环山弓赏给我了。瞧瞧，什么叫强盗？一碗莲子就想换王爷价值万金的环山弓？你明明能直接去书房偷，偏还要送王爷一碗莲子，真是太善良了。哼，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！云锦先动的手，都消停些，别把泥溅着郡主了。闹吧闹吧，谁今日摘的最少，晚上谁就别想上桌。郡主，门口有人求见。哦，什么人？那人捂得严严实实，瞧不清脸，也不肯通名，只说把这画本子递给您，您自然就知道他是谁了。你那是什么眼神？青天白日的，你这是要装鬼吓人？你懂什么？这叫伪装。我跟你可是天大的对头，这要是让人瞧见我来你府上，我往后还怎么做人？我堂堂崔大小姐，为什么非要跟你们一起在泥塘里挖泥巴？他做的莲子羹真有那么好吃？我这张嘴可是挑得很。你是没尝过郡主亲手做的，吃一回保管你终身难忘。这也太苦了，这是药膳，当然苦啦。别气，这碗是甜的，尝尝。你怎么一点都不嫌苦？还行，我吃什么都一个味。大小姐，你今儿登我的门，到底所谓何事？给我解药。你这是连我都不怕了？我回去之后，把你说的那些话想了又想。哦，那你想明白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想明白。可我琢磨着，你压根就没打算杀我，你有那么多回能要我命的机会，全都没下手。既然你不想要我的命，那我还有什么可怕的？所以你就一路跑到我镇北王府来，张口管我讨解药。不然呢？这2天我身上越来越痒，痒得我整宿睡不着。你孤身进了我镇北王府，外头也没人瞧见，就不怕再也走不出这道门？你少拿这种变态语气跟我说话。我在天香楼那回，也没人知道我在哪儿。你真要杀我，像在宫里那次，直接把我丢进水里，多简单，不就完了？多省事儿。行了行了，快把解药给我。我又没给你下毒，哪来的什么解药？骗人！你说的那些症状，我身上全有。这几日越来越痒，这会儿都起红疹了。大小姐，你自个儿生了桃花癣，竟还蒙在鼓里。你每回行侠仗义，都要撒一捧桃花瓣。你不起红疹，谁起红疹？云哥，去把楚大夫请过来。我才不要他给我看，那个老骗子。郡主，您找我。搬来府中这些时日，可还住得习惯？劳郡主挂念，一切都好。你回去把章程好好预备预备。1个月后，我会向陛下进言，开放太医院的考核。届时，天下凡是习医之人都可前来应试，取前3甲，直接入太医院。郡主，此话当真？这考核不光民间的大夫会来，那些医学世家也少不了下场。这么多人争抢，却只有3个名额。楚大夫，你可有把握？请郡主放心，楚某绝不会辜负郡主的信任。楚大夫，不怪我。楚某愚钝，没听懂郡主的意思。我当初许过你，让你进太医院，如今却没履焉，反倒弄出这么个太医院考核。你不怪我？
当年我祖父治好了前朝皇帝宠妃的绝症，被破格选入太医院。可只因他出身乡野，便被院里众人百般排挤，到末里竟郁郁而终。我这一生的志向，便是重回太医院。可若我真就这么稀里糊涂进去了，难保不会重蹈祖父的覆辙。可有了这场考核，我的医术便能叫天下人都瞧见，医术与出身背景再无干系。楚大夫，我就等着看你在这考核之后，堂堂正正的走进太医院。楚先生，跪谢郡主。起来吧，回去好好预备。这几日桃花泛滥，大小姐的桃花史想必是又犯了。这是玉露液，您把它涂在起红疹的地方，1个时辰便能消下去。走之前，我已把抑制桃花史的方子留给了府里的刘妈妈。大小姐回去记得按方服药。楚某告退。秦金枝，我有点看不懂你。秦金枝，我觉得你应该是个好人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这人是有些死，可遇上不平的事，又总肯替那些受欺负的人做主。你惩治强抢民女的沈恒，收拾那个草菅人命的京兆府尹，手段是不大光彩，可那些恶人是真被你治了。我还听说你替那受害的人去敲了登文谷。我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帮我装病，可我就是知道你是个好人。天啊，咱们郡主给这位崔小姐喂迷魂药了吧？她竟说一个差点把她淹死的人是好人，3年前脑子里进的水到这会儿还没倒干净呢。你又不喜欢裴景年，为什么非要嫁给他？就算我跟裴景言的婚约取消了，裴家跟我崔家想缔结盟约，法子多的是，又不止这一种。你说说，这京城里头像沈恒、韦学义那样的人到底有多少？多了去了，京城权贵不都这样吗？就连我嫡亲的弟弟也好不到哪儿去。那他们仗着的又是什么呢？家族背景、门阀权势呗。京中权贵这么多，那到底哪一家才算这京城第一权贵？那自然是我崔家。我崔家可是第一氏族，我爹是丞相，崔氏族人在朝中也占着不少要紧的官位。可你爹不是已经被禁足在府里，停职查看了吗？3个月呢，这功夫都够一个朝代改朝换地了。你说等他出来，这丞相的位子还能不能轮得着他坐？你说崔家是第一氏族，旁的世家可认这个账？沈家认吗？杜家、韦家认吗？还有其余那些个世家，他们可肯认你们崔家？这第一氏族的名头，你想扶植裴家，到底要做什么？你看沈家如日中天，沈贵妃地位多稳，他弟弟沈察手握宫中禁军，是天子近臣。杜家竹正做着尚书仆所，直同副相，还是个一心向着陛下的世家，既有门阀的底子，又得陛下看重，这权势更胜旁人。再看韦家，韦学义的兄长是陛下亲封的淮南节度使，侄子是刑部侍郎，哪个不是位高权重？旁的世家也大都如此。这朝廷里头80%的要紧官位全攥在世家手里。可裴家呢？朝中拢共就一个吏部侍郎裴弘，连人人盼着的裴景年，到这会儿都还没踏进官场。你是想平衡京中这些世家的利益？你若这么说，倒也没错。可各家之间纵有些摩擦，骨子里到底还是铁板一块，利益是一处的。世家只肯跟世家联姻，原因就在这儿：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紧得分都分不开。就算你想，裴家也未必肯配合你。可裴家嫡系3代里头，跟你崔家从没结过姻亲，你跟裴景年便是这回2家订约要献上的祭品。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难听？真的很伤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为什么不能拒绝这场联姻？我受家族供养，
身上担着两族交好的使命，自然得替家族分忧。不对，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权势。我堂堂丞相之女，身份这般尊贵，还要怎样才算有权势？尊贵的身份，不过就是一具空壳。你若真有足够的权势，又何至于只能等到夜里去玩你那套所谓行侠仗义的把戏？所以裴家一定会倒戈到我这边来，倒在我秦金枝的权势底下。你这权势根本不是你一个人的，是帝后给的，是从那位手里来的。那是天子的权势，他如今就坐在这京城上头，俯瞰着整座江山。我不舒服，先走了。云哥，送送崔小姐。郡主，崔小姐这是怎么了？大概是想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吧。郡主，您为什么要跟崔小姐说这些？将来清算世家，崔家头一个跑不掉，您就不怕她回去告诉崔丞相？可他到这会儿都没猜到，我是要清算世家呀。郡主这是想让世家的女眷进场？你们说说，这京城里头什么人离权势最近？奴婢不知。当然是这些世家里头的女人，她们是权势养出来的，也是权势害苦的。她们离权势最近，可偏偏从没人告诉过她们，她们自己也能攥住权势。等她们尝过了权势的味道，你说，谁还甘心去当那个任人摆办的木头人呢？平衡世家势力，不会真是我想的那个人吧？小姐，您这脸色怎么白成这样？哎，您听说了吗？沈国公那个孙子叫大理寺给抓走了。你说沈环，他被大理寺带走了？可不是嘛！听说他强抢的那个民女逃了出来，敲了登闻鼓，一路闹到陛下跟前。陛下震怒，当即把这案子交给大理寺收理了。还听说那沈少爷拼了命也不肯就擒，赵大人就在沈国公府里动了手，最后只撂下一句奉旨办案，就把人拿走了。连那沈国公当场都软了腿，站都站不稳呢。折损几个小厮就把他吓成那样，这话也太离谱了些。奉旨办案，环儿，你可听清了，是奉的谁的旨？这京城看着是平静的湖面，只怕要骤起波澜了。护住郡主，一个都别放进前。昭昭领令。这可是我最喜欢的一件衣服。郡主，这回来的刺客训练有素，进退有章法，半点痕迹都没留下，武功也极高。奴婢瞧着，这些人绝不会善罢甘休，迟早还要卷土重来。这么一大帮子人，是怎么顺顺当当摸到我这院子，还一路没被人发现的？好啊！府里的护卫竟敢这般玩忽职守，我这就去寻王爷讨个说法。是该加强守卫了。郡主，今日这场刺杀透着不对劲，奴婢怀疑府里出了内鬼。镇北王府的护卫都是老王爷一个个亲手挑出来的，个个本领不小。18名刺客进了府，竟无一人察觉。奴婢以为这院里头定是有人替他们接应。王爷，府里这些护卫真是太不像话了！18名刺客闯进王府，竟没一个人察觉，这不是拿郡主的性命当儿戏吗？秦金枝，你到底交我何了没啊？去，把薛怀义给我叫来见我。是。可有受伤？真是猖狂，竟敢闯进我镇北王府行刺！祖父，您都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还没习惯呀？给我来碗莲子羹。这2天我这火气可大着呢。哼！怎么，又催着您交兵权了？御史台那帮老匹夫张口闭口什么天下归一，朝廷不必再打仗了，
兵权该交回皇室。老子倒是乐意给你那皇祖父，他舍得收吗？国库早没钱了，他老人家的私库，上回又叫我刮了个干净。他这是不舍得掏银子养兵呢。老子自掏腰包养着100万镇北军，哼，倒叫他白落。哼，一个君臣一心的好名声，结果这帮老匹夫还联名弹劾老子，我真想一把火把那御史台给掀喽！弹劾您什么呀？无非是说您功高盖主，不敬陛下，不肯交权，必有异心呗。哼，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车轱辘话。哼，他们说不够，老子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。你当真要嫁给裴家那小子？赐婚的圣旨都明明白白下了，我还能反悔不成？那不是当众打皇祖父的脸吗？我不管，反正我不同意。也不知你跟那老东西又在背地里捣鼓什么。横竖那小子休想踏进我镇北王府的门半步。薛怀义，前来请罪。薛统领，请罪哪有站着请的？薛怀义前来请罪，请郡主责罚。隔这么老远喊话，怪累人的。薛统领，往前挪挪。薛统领自个儿说说，这罪该罚多少？属下御下不严，教导无方，致使郡主遇刺，理当重罚100鞭。是属下的玩忽职守，与薛统领不相干，请郡主责罚我等，饶过薛统领吧。薛统领还等什么呢？是等着我亲手扶你起来吗？请郡主醒醒！你过来。薛统领，你带出来的人果然忠心。听到刚才薛统领的话了吗？王爷，都是属下等人失职，与薛统领无关，还请免了薛统领的责罚，我等愿意代薛统领受过。这是郡主的院子，一切由郡主做主。王爷，住口！没听到郡主的话吗？醒醒！加20鞭。郡主打得好，使劲的打！你们也觉得本郡主罚得太重了？薛统领没错，这不公平。我倒是不知道，离开3年，这镇北王府就姓了薛。郡主恕罪，属下绝无以下犯上之意。你别忘了，在这镇北王府里，我要谁死，连祖父都保不住他。薛统领，希望你能牢牢的记住，今天你一共背了多少条人命。哟，这里还有一个。薛统领，他看起来对你最忠心，既然这样，就由你亲自动手吧。是我对不起你们，薛怀义心生妄念，断送无辜之人性命，请郡主再给属下一个机会。所以你放刺客进来，是想让我死？郡主，属下就算是自己死，也绝不会伤害郡主性命。刺客一事，属下会给郡主一个交代。别紧张嘛，开个玩笑，回去好好休息。你这忠心的狗腿子太听话了，让他重重的打，他就真下这么重的手。瞧给我们薛统领抽的，快回去养伤吧。属下告退。瞧你给这些人喂的，这镇北王府都快不姓秦了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王府我1年才能住几回，再炖一蒸。你最好能劝住你那些干儿子，别等到我的刀砍到他们头上，才说我不顾念你们的父子之情。云渊，你干什么去？不吃晚饭了？你们小厨房的拿手菜都给本王上来，还有那桃竹醉都给本王上来。郡主说了，你身体还没好，不准你喝酒。我是他祖父，
他还能做得了我的主？你敢怎么办？我就说不喝不喝，这丫头非要我尝尝，乖孙怎么回？气死了！老头没人权。小姐是来见夫人的吗？我这就将人带出来。你真是见我做什么？有本事你杀了我！我一见到你这张脸就恶心。如你所愿。小姐，夫人没有气息了，还不出现吗？小姐是在说谁？来了。还真是他派来的人，不是要杀我，怎么还不动手？参见郡主。为什么不杀了我？怪我做什么？我可担不起。郡主应当是猜到我们的身份了。他既下了刺杀我的命令，为何不杀？凭你们的身手，铁了心要我的命，云雀他们4个拦不住。龙羽卫本就是为郡主而生，等您18岁生辰一过，龙羽卫便会现身。在那之前，我们只护世子妃周全，世子妃调不动龙羽卫，却有3次下令的机会。第1次帮他假死，第2次把那封信送到我手上，第3次就是今日刺杀。郡主怎么知道？镇北王府的人不是废物，他假死，府里不可能查不出半点风声，除非是镇北王府的人在替他遮。他凭空冒出来，只有知道王府暗线的人，才能把那封信经我手底下的人原封不动递到我手上。至于今天这场刺杀，更是个笑话。薛怀义就算对我心生怠慢，也万万不敢真叫我出事。王府里机关重重，外人想神不知鬼不觉摸进来，一个都不惊动，绝无可能。除非你们本就是王府的人，大张旗鼓的杀，却连我的身都没进过。云雀他们招招要命，你们却只守不攻。我若还看不出来，才真是废物。我在父亲书房见过一份名单，上面整整81个名字。父亲死时，身边多了62具无名尸首，加上你们这18个，正好凑齐这份名单。不对，62加你们是80个，这名单上还少1个人，最后那一个在哪儿？龙颜10年前便已经亡故了。我8岁那年，府里来了个断臂小厮，后来一场刺杀，他替我挡了一剑，死了。没错，那就是龙颜。您8岁那年，属下以为世子妃要与您相认，万没想到他竟对您下此毒手。龙羽卫本该自裁谢罪，可您身边的云雀姑娘宁肯自废一身武功，硬生生把那碧落之毒引到自己身上。也就在那时候，龙颜自断一臂，脱了龙羽卫的身份，悄悄去到了您身边。他来府上时，我只当是哪家塞进来的卧底。他太不像个小厮了，他什么都没做，只在我院外扫地干粗活。郡主，对不起，快跑！那时我不懂他为何救我，连他名字都不知道。阿言，老爹啊老爹，
害死你的人与情郎比翼双飞，可笑。郡主，您的手，您没杀世子妃，您是拿这一刀逼我们现身。那匕首根本没刺进他腹中，只划开了我自己的手掌，血全抹在他衣上。远处看不真切，你们便都当我真杀了他。他会昏过去，是我掐他脖子时，手上抹了归西香，吸进一点便昏睡不醒，气息浅的几乎探不到。特殊时候正好冲中假死的药。跟我走吧。我爹让你们护的是镇北世子妃，可世子妃18年前就已经死了。这宅子里躺着的不过是崔子云的外室姚妙音，堂堂镇北世子妃，宁可假死私奔，去给崔子行做一房外室，这般人也配你们在手？龙宇卫遵命。您怎么能划自己的手？要划就划我的手。这不过是我的猜想，若是猜错了，你这一刀岂不白流血？您是千金之躯，下次绝不许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下次我直接划那个女人，成不成？送我进宫吧。没事，就是想皇祖母了。参见郡主。郡主可是要入宫？宫门已闭，郡主若要进宫，须等明。住口！郡主何时进宫？哪里轮得到你插嘴？郡主，卑职这就为您开宫门。只是这时辰不撵一时不好传唤，您可否稍后片刻？不必传不撵了，我自己走进去，你把门开了便是。卑职这就去。谢郡主赏。金枝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这混球半夜3更的，不会又给朕惹了什么祸吧？皇祖父怎么在这儿？我还想问你呢，半夜3更的怎么过来了？彩环，把皇祖父的被褥搬到偏殿去。混球，你做什么？我今晚要跟祖母睡。皮猴，小猴崽子，你出去打听打听，谁家孙女半夜把祖父往外撵去跟祖母抢床睡的？朕可是皇帝，皇帝懂不懂？朕发起火来很厉害的。陛下，奴婢带您去偏房。还不带朕去？皇祖母，当年皇祖父真的帅到让您宁可退了婚约也要嫁他。当然不是，你皇祖母我当年也是闻名10里的大美人，求娶的人能从街头排到街尾，什么俊俏郎君没见过？那您到底为什么选他？阿英，我会让你成为这天下最尊贵的女人。傻孩子，就为这一句。咦，您怎么还没走？你这什么样子，头也不梳，活像个疯丫头。这么大个人了，还要跑来跟祖母睡？怎么，晚上怕小鬼来挠你脚心？是啊，我怕，所以才要跟祖母睡。
不像有的老头，活该守空房。好你个小猴崽子！你祖母好不容易松口让我留宿，你倒好，半夜把我撵去偏平。你出去问问，天底下哪家孙女干得出这种事儿？我这不是长大了吗？我要还是3岁，咱仨还能挤一张床睡呀！我抽烂你这皮猴！一大把年纪了，还动不动抽人，也不怕闪了你那把老腰？胡说！老子身子骨结实着呢，你再不听话，还能抽你20年！哼，我才不上当！你肯定是瞧见你祖母过来了，故意站着不动，想让她骂我，没门儿！你说你这老头心可真脏，看什么都往外处想。你干什么？祖母、祖父打我，您瞧见没有？用这么厚的鞋底子抽我！你个老东西，柳眉倒立，又欺负我乖孙！我真没打，我就是吓唬吓唬他。你们2个都过来给我打下手！掉电了，祖母我帮你，我最会打下手了，不像祖父什么都不会。等着，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祖父，您劈柴。这是什么语气？你祖父当年横扫千军，力拔山河，区区劈个柴算得了什么？这劈柴真是真干不了，逞能添乱，说的就是您。还是你的手艺几10年没变，这才像个女孩子嘛！父皇、母后，你们这成何体统？哼，朕做什么，还轮不到你来管。父皇贵为天子，怎能吃这般粗鄙之食？母后身为当朝之母，却弄出一副农妇作态，简直有损中宫体面。粗鄙之食，朕当年打天下的时候，连树皮都啃过，更何况这是你母后亲手做的。她是皇后，她爱做什么便做什么，轮得到你在这指手画脚？快吃，吃完祖母带你去后园挖埋的酒。金枝郡主，见到姑为何不行礼？少在我宫里耍威风，给我出去！乖孙别理他，咱挖酒去。行了，气都气饱了，朕这饭也吃不下去。我去屋里坐会儿，谁也别跟进来。我出去转转，您快回去劈杂招吧。仔细一会儿祖母出来，火气全撒您头上。不许闯祸！郡主，我在这儿。太子往哪个方向走了？我刚听太子殿下说要去拜见沈贵妃。比他还小几岁的小娘，他一进宫就巴巴去拜，倒比见亲娘还殷勤。你看着点祖母，我去就回。阿叔，我跟金枝郡主并无血亲，郡主还是称呼我为太子的好。我有一事想说，还请一步。我跟母后到底是母子，我们之间的事，用不着你一个外人来劝。你跟皇祖母的事，确定要在这大庭广众下说？传出去楚军与帝后失和，群臣对我的心思就要动摇。也好，我正有几句话要警告你。你要说什么速速讲，过一会儿还要去拜见贵妃娘娘。太子拜见沈贵妃这么勤，不知道的
还当她是你亲娘呢。住口！贵妃娘娘也是你能非议的。皇祖母怎么会生了你这么个蠢货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，你是个蠢货。放肆！别以为父皇母后偏疼你，你就能为所欲为。姑乃太子，就凭你这句话，姑就能砍你的脑袋。那等你从水里出来，记诛我九族！救命！来人！阿叔没听过吗？一人不进庙，两人不看景。秦金枝，你竟敢谋害储君！等我上去，一定好好收拾你！那也得等你能上来再说。要杀了我！你文不成武不就，不能替皇祖父分忧，还总惹皇祖母生气。既然这样，你就去死好了。秦金枝，你大逆不道，竟敢谋害未来天子！来人呐，救命！未来天子，那也得未来才知道。要真让你这蠢货坐了那位子，我才真没活路了。皇祖母让你学符水，你偏听沈贵妃的，说此举粗俗，有失体统。你要是学会了，这会儿自己就能爬上岸，何必等人救？你看，你的沈贵妃救得了你吗？我一定会杀了你！那就等你真坐上皇位那天，再来杀我。堂堂储君，不会水还敢跟人到湖边，连个内侍都不带，今天真淹死在这儿都没人知道。太子这是怎么了？狡猾，掉水里了。赶紧把太子送回皇后娘娘寝宫，传太医。快来人，传御医！多谢郡主救下太子，咱家定会跟皇后娘娘如实禀报您的恩情。皇后娘娘，不好了，太子落水了！什么？太子为什么会落水？快请太医给太子诊治，顺道把柳姑娘也请过来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郡主送桶热水去。你干什么？你装晕干什么？湖水太凉，刺激的寒毒发作，我刚才是真没力气了。这是新药，能让你体内的碧落之毒稳定下来。我会让人加急寻找兰芝草。你也真是不要命了，明明知道自己有寒毒，还敢往那湖里跳。你不会叫侍卫救他吗？那太子也是，不会水往水边凑什么？唉，还连累你寒冻复发。我给他踹下去的。我什么都没听见，当我没说。跟我这么长时间了，心理素质怎么还这么差？胡说，我已经做心理准备了，只是没准备这么多。那就别准备了，你去给太子下点药，让他这几天都下不了床。你疯了，我疯了！杀太子，那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观音菩萨，戏女好像疯了，刚听到有人要我谋杀太子，求您让戏女恢复神智吧。神智留着干什么？听我的，保你平安。再说了，谁说让你杀太子了？我说让你给他下点药，让这几天下不了床就行。你早说嘛！可在皇后寝宫里给太子下药，也不是什么小罪名吧？这要是被抓到，我还怎么当天下第一女神医？我当天下第一女囚犯吧。这是皇祖母的寝宫，我的地盘。再说了，你不会找飞燕帮你？飞燕这么敢干，给太子下药她都敢。
你哪来那么多废话？这是我新研究的药浴配方，给你驱寒的。皇后娘娘，太子殿下无碍，就是呛了水又受了惊吓，等微臣开一个方子给殿下服用，便可痊愈。彩环，送送太医。微臣告退。怎么回事？太子怎么掉水里了？他脑子不清醒，我让他进水里洗洗脑子，谁让他惹你生气？我与他母子离心，终究母子缘浅。我听那柳姑娘说，你现在受不得寒，那湖水凉得要命，你也敢往下跳？我水性好得很，毕竟可是皇祖父亲自教的。就会哄我开心。贵妃娘娘，您不能硬闯，这是皇后娘娘的寝宫。赶紧给我让开！太子殿下昏迷不醒，本宫自然要去探望。小心你的脑袋！您若想探望太子，也得奴婢通传皇后娘娘，之后请娘娘定夺。您这样贸然闯宫，是对皇后娘娘不敬。放肆！本宫要探望太子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再不让开，本宫要你的脑袋！贵妃娘娘，您不能进！娘娘，你没事吧？谁竟然敢行刺贵妃娘娘？快来人！刺客，有刺客！贵妃怎么在这儿？这是困了要睡觉，睡觉怎么不绞干头发再睡？这样会生病的。秦禁之，你竟然用水泼我！我泼的是门口的地，看着碍眼，不知道为什么会泼到贵妃。你们也是，贵妃来了怎么也不通报一声？郡主，奴婢刚才说要通传皇后娘娘，但是贵妃不知听，非要硬闯，还让福公公将我推倒了。你叫什么来着？来福。回郡主的话，奴才叫荣福。什么破来福？那是狗才叫的名字。你推的。这小宫女忒不懂规矩，竟然敢上手阻拦贵妃娘娘。贵妃娘娘凤体若是有损，她几个脑袋都不够赔。你推的。秦禁之，打狗还得看主人，你这是打我的脸！如果这是你的要求，我可以满足你。你想干什么？沈交房年前，蛇耳朵如果没用，我可以替你割掉。刚才是奴才心急，不小心推了这位姑娘，奴才给这位姑娘赔礼了。福公公既然赔礼了，现在能让我们进去看望太子了吧？嘘，郡主，您还想怎么样？嘘，跪下。什么？你要我给他跪下？我的脸！你竟然敢在宫中伤人！我说了，没用的东西就得扔掉。奴才给这位姑娘赔罪，还请救主大人有大量，原谅奴才的过失。如果一会儿没有任何聒噪的声音，我就原谅你。早这样，何必还搭上一只耳朵？你刚才说什么？可以去看望太子了吗？既然已经赔礼了，我这回总可以见太子了吧？
交房殿今日不见客。陛下，臣妾真是活不下去了。你又跑去招惹他做什么？陛下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臣妾是太子的长辈，听说他落水昏迷不醒，心里担忧去探望一眼，难道也有错？姐姐怎么能这样对我？你何苦去攀扯皇后？皇后又没把你怎么样。什么叫皇后没把臣妾怎么样？那金枝郡主若不是听了她的话，怎么会这样作践臣妾？臣妾日日对姐姐恭恭敬敬，对太子看护有加。到头来还是臣妾错了不成？臣妾不活了。爱妃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皇后性子直爽，她那脾气，要真想作践你，早就打上门去了。金枝顽劣，你是长辈，难道还要当真跟她计较？陛下，您这是包庇。金枝郡主都18岁了，寻常人家这个年纪孩子都生了，还是什么孩子？他何曾尊重过我这个长辈一次？荣福是我身边伺候多年的老人，他竟当着臣妾的面割掉了荣福一只耳朵。荣福又是怎么惹到他的？臣妾想去看望太子，姐姐竟让人把我拦在门外。那小宫女胆大包天，动手推了臣妾一把。荣福救主心切，这才上前拦那小宫女。谁知郡主张口就要荣福跪下，给一个小宫女赔礼道歉。荣福不过慢了那么几分，郡主一刀就把荣福的耳朵割了，这何其残忍！荣福可是臣妾身边的老人，郡主说动手就动手，半点没把臣妾这个贵妃放在眼里。臣妾往后还怎么在后宫服众？陛下，您要给臣妾做主啊！金枝从小养在朕膝下，性子随了朕是顽劣了些，调皮了些，可她是个好孩子。回头朕让她亲自登门给你赔不是，也一定重重训她一顿。你往后别再往皇后宫里去了，想探望太子，等他回了东宫你再去。陛下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嫌臣妾多事了？他把臣妾的脸面狠狠踩在脚底下，臣妾以后还怎么在这后宫里立足？这日子，臣妾是再也熬不下去了。胡说，何至于此啊，爱妃！你跟一个孩子计较什么？这样吧，朕罚他禁足3天，你看如何？3天，陛下怎么不干脆说罚他少吃几口饭得了？这个好，那就罚他不许吃饭，给朕的爱妃出出气。陛下，您当臣妾是3岁小儿吗？今天臣妾还非计较不可。她秦金枝再金贵，也不过是个异姓王家的郡主。今天她敢踩臣妾的脸，明天她就敢连您也不放在眼里。您今日必须严惩他。爱妃想怎么处置？依臣妾看，罚郡主50戒阵，抄100遍宫规，最后再禁足半年，以儆效尤。50戒阵是不是太多了？他自小娇生惯养，50戒指下去，一双手都得废了。镇北王才刚回京，朕就让金枝禁足，难免他要多想。宫规嘛，可以抄，让他好好抄就是。那兔崽子最讨厌写字了，就罚他抄宫规，正好治他。陛下，臣妾下了这么大的脸，陛下竟只罚他抄宫规，这后宫，臣妾是再没脸待下去了。爱妃，要不这样，爱妃打朕几下出出气好了，都是朕教导无方，才惹爱妃恼了。陛下说什么呢？臣妾怎么舍得伤陛下的龙体？陛下是知道的，臣妾最爱陛下了。朕自然知道爱妃的心意，这满皇宫就属爱妃最善解人意，不然朕怎会这般偏疼你？陛下，臣妾这回可是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您可得补偿臣妾。好，爱妃想要什么，朕都满足你。陛下，臣妾的弟弟在家已经反省好些日子了，他知道错了，
不如就解了他的禁足，让他回来当值复命吧。审查失职是重罪，朕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没重罚他。这会儿解了他的禁足，让百官怎么看？他们会觉得朕轻看了皇后的安危，御史台那边朕也没法交代。陛下，您刚刚才答应什么都满足臣妾的，您莫不是诓骗臣妾？君无戏言啊，陛下。好，好，好，这样，朕解了审查的禁足，不过审查身上还带着伤，等他养好了伤再回来复命，也算给皇后和文武百官一个交代。爱妃觉得如何？谢陛下，陛下对臣妾最好了。看在陛下的面子上，臣妾这回就不跟郡主一般见识了。臣妾这可都是给陛下面子。朕就知道你最贴朕的心。那小王八蛋早说了，审查3个月都下不了床，仿佛面具一般。感情他就是算准了你会来求情。3个月，有3个月，够朕做很多事了。你把他留在这儿做什么？我见到他都心烦。您不是嫌东宫那几个儿媳妇看着碍眼吗？我给您送个看着顺眼的来。什么意思？奉旨照顾太子的那位，沈流莹。你说流莹？沈家分支里的一个庶女，走的是沈贵妃的门路才进的宫。流莹是沈家人？是沈家人，可偏偏是跟沈家有仇的那种沈家人。就算沈家待他不好，毕竟也是他的家族，会不会反水？他进宫是为了他小娘跟他弟弟，这2个人眼下都攥在我手心里。我这交房殿竟也被人钻了空子。您安心，有我这尊罗刹镇在这儿，那些个小鬼借他10个胆儿也不敢放肆。你把沈贵妃身边的荣福当众废了，又下了他那么大的脸，他必定要跑去你皇祖父跟前告状，求他责罚你。洪公公已经传过口谕了，罚我抄宫规100遍。下了他这么大的脸，竟只罚你抄宫规，那女人几时这么好说话了？听说她原是要请皇祖父打我戒尺，再禁我的足，让皇祖父给劝下来了。他就这么咽下这口气，同意了？怎么可能？他转头就要陛下复了审查的职。我就说嘛，那女人一肚子狐狸心眼儿，怎肯轻易松口？原来在这儿算计着呢。他是狐狸，那我就是条大尾巴狼。你跟你那皇祖父倒真像是一对亲爷孙，心眼子多得跟蜂窝似的。那可不，既要抄宫规，皇祖母陪你一道抄，再叫彩环他们几个都来替你分担。不用不用，我自有人帮我抄。你再给朕说一遍，这王八羔子到底说什么？郡主说，让您帮他抄100遍。反了天了！朕这就去皇后宫里，把这混账丫头狠狠抽一顿。这混账还说什么了？郡主还说什么？郡主说，您若是不帮他抄，他就把您藏在皇后娘娘后花园里的酒全拿去喂二花。二花是御膳房师傅新买的那头猪仔。朕非把他抽得爬不起来。那可是埋了20年的10里香，拿去喂猪。你还站在那儿做什么？还不快去找几个会写字的太监宫女来！难不成要朕亲手把这鸟玩意儿抄上100遍？奴才这就去叫人。哎呦，吓煞咱家了！咱家还当真要去抽郡主呢。天底下还有比他更混账的孩子吗？竟敢使唤他祖父替他抄宫规，
他怎么不去使唤他祖母抄？等天一黑，朕就把那坛十里香挪个地方藏实实。陛下，杜庶书求见。杜忠，让他进来。臣杜忠参见陛下。杜老不必行此大礼，快快请起。洪德全，赐座。多谢陛下。不知杜老今日进宫见朕有何要事？陛下，臣此番进宫是想请问陛下，这镇北军往后到底该如何安置？镇北军嘛，自然是由镇北王安置。陛下，如今我晋国四海安宁，已不必再起刀兵。可那100万大军至今只听命于镇北王一人，长此以往，镇北王难免有拥兵自重之嫌。那依杜老看，又当如何？镇北王应当上交兵权，这镇北军交由兵部统一安排。镇北王常年在外行军打仗，这兵权嘛，不急在一时。镇北军足有100万之众，兵部统共才多少人手？别给兵部添这份乱了，还是让镇北王自个儿管着省心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镇北王素守边关10几年，那边关的百姓只认镇北军，不认皇权。镇北王功高盖主，兵权若不收回，恐生大祸呀！杜尚书多心了。朕与镇北王乃是少年相交的情谊，他断不会负朕。陛下三思啊！历朝历代多少功高盖主的将领，到头来动生谋反之心。臣这一片苦心，也全是为了陛下的江山社稷着想。为朕的江山着想，还是惦记着朕的江山？镇北军是皇室能与世家宫廷抗力最硬的那根脊梁，收了他。2人离了心，你们世家便好放开手脚，共谋大业了。算盘倒是打得真响。杜老这片忠心，朕都记下了。只是这兵权一事，容朕再好好想想。此事事关重大，等朕细细想过了，再请杜老来商议。陛下圣明。杜老可还有别的事要与朕相商？回陛下，就这一桩事。陛下，老臣身子年迈，这一路走来有些撑不住，请陛下允老臣在这儿歇上片刻。杜尚书辛苦，洪德全给杜尚书上一盏参茶。多谢陛下。陛下，老臣能不能再讨一盏？这参茶果然厉害，老臣的体力恢复了些。洪德全，给杜尚书再上一盏参茶。听说前几日金枝跟你家小贝拌了几句嘴，还动了手。你家孩子没伤着吧？不过是小孩子之间玩闹，哪里值得陛下放在心上？我已经教训过杜冲了，冲撞了金枝郡主该罚。过些日子，老臣便让他上门赔个不是。哎，什么罚不罚的，金枝那性子朕清楚，皮得很，还请杜尚书别见怪。郡主伶俐可爱，老臣怎会见怪？小辈的事，陛下您也别往心里去。要朕说啊，这满朝上下就只有杜尚书跟朕一条心。要是个个都像杜尚书这般心胸豁达，朕也能少操些心。多谢陛下夸赞，老臣已经歇够了，这就告退了。洪德全，送送杜尚书。仗才刚打完，处处都等着收拾。这些人不想着体恤百姓，倒先盘算上了。老狐狸，你等什么呢？还不快去找人，给那混账丫头抄宫规！哎，奴才这就去。我懂了。飞燕，去，给我和皇祖母再满上。我就说这老东西把酒藏哪儿了？古琴是灯下黑，藏到我这儿来了。他老人家要不是藏在皇祖母这儿，咱俩还喝不上呢。郡主，您把陛下的酒都喝光了，陛下会不会生气啊？
没事儿，晚上皇祖父肯定偷偷来给酒挪地方。他挪到别处酒没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一会儿你往坛里灌满水，再把这酒坛搁回原处。啊，那陛下一喝，不就尝出来里头是水啦？他不敢喝，十里香，十里香，香味飘十里。光是开坛就十里飘香。他可不敢让皇祖母闻见。哎呀，好久没这么痛快喝过一回了。郡主，使不得呀，您不能喝酒。来晚了，那2口我可已经喝下肚了。郡主御寒，这酒是大热之物，喝了对身子不好，还是少饮为妙。不过娘娘倒可以用一些，这十里香里头有上等蛇灵草，对娘娘身子温补。可惜了，我一个人喝着也没什么意思。娘娘要是不嫌弃，民女陪您一块喝。这可是20年的十里香，人间难得的极品，民女也想尝尝呢。柳姑娘还是个女中豪杰，好，就陪本宫同饮。金枝这回是没口福喽。你凭什么能喝？谁让我又没中毒呢？郡主，我去趟小厨房。郡主，太子殿下已经睡下了。这几日太子都歇在宫里，交房殿也闭门不见客。等太子走的时候，要是不能把你一块儿带走，你对我就半点用处都没有了。郡主放心，刘盈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这是你小娘跟你弟弟给你写的信，拿回去慢慢看。放心，他们已经到京城了，我会替你安顿好。多谢郡主大恩。是小娘和弟弟的子，他们真从那虎狼口里逃出来了。这些事你都认？不过是2个老东西，死了就死了。本少爷看上他们家的女儿，是他们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哼，还敢哭爹喊娘，晦气！早知道就该让护院直接打发了他们。赵无极，我就是承认了，你能奈我何？你敢抓我？你敢动我吗？等我出去，看本少爷怎么收拾你！我姑姑是当朝贵妃，我祖父位列3公，这天底下谁敢动我？各位御史大人，方才这些话可都听清了？什么？御史大人？无耻败类，害群之马！今日这供词，我等亲耳听了，明日朝堂自有公论。赵无极，你阴我！你这个卑鄙小人！就算你把御史找来又怎样？有我祖父跟姑姑在，他们定会保我无事。我沈氏一族是100年大族，就算陛下也得给我们沈家3分颜面。等我出去，一定让你好看。是个人都要皇祖父给3分颜面，皇祖父这脸可真够大的。你都这时候了，还敢嘲笑我？你给我等着，等我出去，有你受的！郡主说沈环是个蠢货，我先前还有几分顾虑，如今看是真蠢。陛下下了旨拿人，他竟还指望陛下放过他。洪公公，你也听清了。洪公公，洪公
救我！您快去跟陛下说，让陛下放了我。陛下可是我姑父啊！等我出去，一定重重谢您。赵大人，该听的咱家都记下了，这就回宫向陛下复命。大人可有要带给陛下的话？这些，劳烦洪公公呈给陛下，请陛下圣裁。咱家这就回宫了。我送您。洪公公，我是沈恒啊！您没听见我说话吗？你跟这个赵王吉是一伙的，等我出去，让我姑姑好好治你！呸！呸！你这老货，给我等着！站住！我站住！你们站住！你们都给我站住！贵妃娘娘，陛下怎么会下旨把环儿抓进大理寺？不过是芝麻大点的一件小事，怎么还惊动了陛下？哼，不说您，我都替您愁，连个人都看不住，一个小姑娘竟能从国公府逃出来，一路跑到宫门前敲了登闻鼓。您说，陛下能不知道吗？什么？还敲了登闻鼓？这可如何是好？娘娘，您一定要救救环儿，他可是您亲侄子啊！怕什么？满京城谁不知道沈环是您沈国公的孙子？那小姑娘都闹到陛下面前了，总得给陛下一个交代。您可不能不管环儿，那牢里的苦头，他哪儿受得了？哼，不过关几日罢了。瞧您心疼的，审查挨了几十仗，如今还卧床起不来，也没见您急到哪儿去。这怎么能一样？环儿自小娇生惯养，从没吃过苦。再说审查在府里将养，又没性命之忧。您身为贵妃，放个人，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。您说的倒轻松，陛下前脚抓人，我后脚就把人放了，这不是当面打陛下的脸吗？要是陛下恼了我，审查什么时候才能官复原职？我不管他受不受得了，这几日必须给我老老实实关在里头。要是耽误了审查的前程，您那宝贝孙子就等着陛下发落吧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等这阵风声过去，我打个招呼，上下打点一番，人不就出来了？也对，有娘娘这句话，环儿就出不了大事。陛下，臣等联名弹劾沈国公家风不正，仗势欺人，草菅人命。沈贵妃德不配位，纵容侄子强抢民女，还有前些日子审查失职一案，至今未曾彻查。陛下，臣冤枉啊！你自己看清楚，这上头可不止强抢民女一桩。陛下，这都是污蔑，他们都在冤枉环儿，你一定要给环儿做主啊！环儿自小心善，绝做不出这等丧尽天良的事。沈国公也知道这些事丧尽天良，可铁证如山，您还要狡辩吗？这供词上连沈环的亲口认罪都白纸黑字写着。陛下，这一定是有人哄骗了恒儿，您万万不能听信这些谗言呐！朕这些年确实听信了不少谗言，才会被你们沈家蒙得耳聋眼瞎到这般地步。沈国公教子无方，总得沈环闯下这等滔天大祸，撤销国公府世袭往义，家产充公，赔给那些无辜死去的人家。沈贵妃身为皇妃，管不住族里，德不配位。念他诞下皇嗣有功，降为贵嫔，以示惩戒。沈环千刀万剐，明日午后菜市行刑。陛下，陛下，环儿还小，求陛下饶过他吧。他都已经急惯了，还说什么年岁小？那些被他害死的人里头，难道就没有年纪小的吗？
陛下此举乃大义，陛下圣明，陛下圣明。贵嫔，他刚才说，贵嫔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旨意已经传到了，贵嫔娘娘接旨吧。不可能，陛下不会这么对我的！我要见陛下，我要见陛下！娘娘，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咱家这就告退了。都是沈田，本宫就差最后一步，全毁了。郡主，你找我？走吧，你们跟我去个地方。有危险吗？废什么话，快走！一会儿真有危险，我可第一个跑。郡主，赵大人，原来是来见你啊！那我就放心了。郡主，牢房的守卫我都调到别处去了，里头不管发生什么，都不会有人听见。听见也无事，走吧。秦金枝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来看我笑话？做梦！我姑姑跟我祖父很快就能救我出去。断他一条腿。秦金枝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敢动我，我祖父不会放过你的！我跟你拼了！秦金枝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等你做鬼再说。不过有个人倒是想见见你。是你！我说你怎么逃出去的？原来是搭上了秦金枝。等我出去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留口气，他明天还得死在刑场上呢。你敢！秦金枝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什么刑场？你说！你要做什么？你想让我死？我错了，我不该抢你入府。等我出去，我让沈家赔你1000两，怎么样？不，1万两，1万两够你这辈子不用愁了。1万两可以让我的父母活过来吗？你父母不是我杀的，是韦学义，他想向我祖父卖好，是他杀了你父母，你去找他。救命！救命！你害死我爹娘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会有今天？这笔账，今天我替全家讨回来！别让他死了，让他坚持到明天。行。知道了。吊着这口气1个时辰都跑不了。走了，回府晒太阳。